西游记第42回，大圣殷勤拜南海，观音慈善赴红孩。这红孩儿派出了6个健将去请牛魔王一起享用唐僧肉。孙悟空接获此情报之后，就摇身一变，变成了牛魔王的样子，半路截住了6个妖怪。这6健将都是肉眼凡胎，根本难分真假，就带着假牛魔王回到了火云洞中。这红孩儿一开始也没发现什么问题，不过等到要吃唐僧肉的时候，红孩儿就起了疑心了。这牛魔王左一个不让杀，右一个不让吃的，到底是啥意思呀？为了辨别真假，红孩儿眼睛咕噜一转，提出了一个刁钻的问题：爸爸，我是啥时候出生的呀？这孙悟空哪里能回答上来这个问题，被揭穿之后也只能夹着尾巴逃跑了。没办法，还得去找观音姐姐帮忙啊。孙悟空架起筋斗云，飞到南海珞珈山，开始向观音哭诉自己的悲惨遭遇。观音一开始不以为意，可当他听到红孩儿竟然曾经假扮过自己，就坐不住了。这小妖怪竟然敢冒充自己，一定得惩治惩治才行。观音先把手中的宝珠净瓶扔到海洋之中，灌满了海水。之后呢，又让徒弟惠岸去找托塔比天王借来王钢刀，并且把这王钢刀变成了千叶莲台的样子，这才动身前往火云洞。红孩儿听说孙悟空又回来了，真是无奈，挥动长枪上来便刺。孙悟空也不答话，回身就来到了菩萨身边。谁知这不知天高地厚的红孩儿竟然又是一刺，想要刺死菩萨。而菩萨呢也不说话，化作一道金光飞到了九霄云上。这连菩萨都被打跑了，红孩儿自然是信心爆棚啊！他看见地上还留着一个千叶莲台，就冒冒失失地跑到莲台上，想要把它当作战利品据为己有。于是他假模假式地学起观音的样子，来了个观音坐莲。哎呀，孩子呀，你哪里是坐在莲台上啊，你可是坐在王钢刀的刀尖上啊！观音此时说了一声退，这莲台立刻显露出原形。观音的大徒弟惠岸此时手持降妖杵过来捶红孩儿的腿，只把红孩儿的2条腿都捶得让刀给刺穿了。之后呢，又把刀尖变成倒刺，让红孩儿彻底无法脱身。红孩儿此时疼得要命，当即表示只要能饶他不死，甘愿做个小和尚。观音菩萨慈悲为怀，当然同意了他的要求，就用剃刀把他的头发剃成了3个顶塔的样子，并且给他起了个名字，叫做善财童子。红孩儿哪里是想要真的皈依佛门呢？观音刚把王钢刀给撤走，红孩儿就又来挑战了。这一次观音不慌不忙地从袖子里取出了个金箍，晃一晃变成了5个，分别套在了2只手、2只脚以及头顶上，并且还用了个法术，让红孩儿双手在胸前合掌，再也不能分开。这下子终于把红孩儿给驯服了。那么到这回为止，如来佛祖给菩萨的3个箍就全用完了。一个套在了孙悟空的脑袋上，叫做紧箍；一个套在熊皮怪的脑袋上，叫禁箍；最后一个呢，则分成了5个圈，套住了红孩儿，叫做金箍。要说这3个箍原本是如来佛祖给观音菩萨让他戴在唐僧的3个徒弟脑袋上的，现在呢，只有孙悟空被戴上了一个，熊皮怪和红孩儿都因为戴上了箍而变成了观音菩萨的弟子。不知道在佛教领域，这算不算公款私用呢？现在红孩儿被收复之后，施主又开始新的征途，接下来还会有什么样的妖怪呢？咱们下回分解。